果你梦见了去世的亲人，跟你说什么哪里不舒服，哪里不对劲的话，你一定要注意了，因为这有可能是真的。这是从我父亲那听来的故事。那一年，他的朋友吴强的父亲去世了。作为好朋友，我父亲去帮忙料理后事。吴强的父亲80多岁了，算是喜丧。作为儿子，吴强把丧事办得很体面，算得上是个孝子。这天，父亲和吴强2个人正聊着，从外面走进来一个人，说是要借个火点烟。这个人姓刘，是吴强的表弟，但是品行不太好，净干些偷鸡摸狗的事情，不招人待见。平时谁家有事也不见他搭把手。吴强家这次办丧事，他竟然破天荒地过来帮忙了。吴强对于这个表弟的突然转性倒是很欣慰，多少帮了他一些忙。毕竟办丧事不是件轻松的事。聊着聊着，吴强突然说起他夜里梦到了去世的父亲，而且是个有些奇怪的梦。吴强说他一连忙了2天，衣不解带的快累散架了，好在有刘琦帮他守灵，他才能睡会。可睡到后半夜，梦到死掉的父亲站在他的床边，吴强在梦里腾的一下就坐了起来。老父亲看上去很生气，说什么屋子里多了一个人，让他不舒服。这话听得吴强一头雾水，不明白父亲说的是啥意思。他想问清楚，可老父亲已经越来越远了。他在梦里惊醒了过来，吴强的响动吵醒了他媳妇，2口子觉得这梦很蹊跷。吴强把梦到他父亲的事和我父亲说了，可他们怎么也想不明白屋里有人是啥意思。2个人想不出个所以然来，就出去招呼客人去了。吴强走出灵堂，招呼来吊唁的亲朋，看到了同村的徐文山，打了个招呼。徐文山外出打工，回来之后媳妇不见了，能找的地方都找遍了，就是音讯全无。同桌的还消遣他说，他媳妇肯定是和小白脸跑了，干脆别找了。吴强就重重地在那人肩膀上拍了一下，让他留点口德。在我们那死了人都是停棺3天，还要摆宴席招待来奔丧的亲友。停棺3天后就要下葬了。吴强作为长子走在送葬的队伍前面，棺材跟在后面。那时候还没普及火化，所以吴强的父亲还是土葬，由4个壮汉子抬棺材。可走到一半还没到坟地，天就突然阴了下来。原本还晴空万里的顷刻间就乌云密布，眼瞅着是要下雨了。让抬棺材的几个人脚底下快着点，争取能在下雨前到坟地。送葬的队伍加快了脚步，就在离坟地还有100来米的地方，下雨了，而且下得还很急。倾盆大雨夹带着滚滚雷声砸向大地，雨越下越大，雷声也越来越响。一道巨大的闪电向着送葬的队伍就劈了下来，咔嚓一声劈断了路边一棵海碗粗的树。被劈倒的树不偏不倚地砸在了棺材上，把棺材盖子砸了个大坑。众人都被眼前的这一幕吓傻了，一时之间不知道如何是好。还是我父亲第一个反应了过来，招呼人去检查棺材里的老爷子有没有被砸坏。众人这才反应过来，七手八脚地搬开了被砸坏的棺材盖子。就在棺材盖子被掀开的同时，所有人都愣住了。棺材里不只有吴家老爷子的尸体，还有另外一个女人的尸体。而那个女人大家也都认识，正是村里失踪多日的徐文山的老婆。任谁也想不明白，为什么失踪多日的徐文山媳妇会在吴家老爷子的棺材里，而且还已经死了。吴强也不敢继续办丧事了，打电话报了警。警察对吴强和参与丧事的人都做了调查，很快便锁定了嫌疑人，那就是吴强的表弟刘琦。刘琦见事情败露，
交代了事情的经过。原来是他趁徐文山外出打工，和他媳妇勾搭成奸。刘琦没事就往徐文山家里跑。徐文山媳妇和刘琦商量，两个人一起私奔。可刘琦根本就没想过要和他长相厮守的事。刘琦的态度激怒了徐文山媳妇，扬言如果刘琦不带他远走高飞，就把事情张扬出去，谁也别想有好果子吃。两个人越吵越凶，刘琦被激怒了，情绪失控下失手插死了徐文山的媳妇。等刘琦冷静下来，后悔已经晚了，看着地上的尸体，不知该如何是好，只能先将尸体藏进了柜子里。他提心吊胆地过了几天。这天，窗外传来了吴强家办丧事的唢呐声，刘琦瞬间有了主意。他假惺惺地来到吴强家奔丧，还提出要尽尽孝道替吴强守灵，说到动情处还抹起了眼泪。吴强以为他良心发现了，就答应了。刘琦趁着夜色把徐文山媳妇的尸体用被子卷了起来，扛到了灵堂。他掀开棺材盖，完全没有对死者的尊重，还出言调侃说给老吴送个伴来了。刘琦把尸体放到了棺材里，又把棺材盖重新盖了回去。刘琦以为自己毫无破绽，神不知鬼不觉地处理了尸体，殊不知人在昨天再看，最终还是难逃法网。事情水落石出，吴强把老父亲安葬了，这件事算是告一段落了。村里有人去世了，却没想到吊唁的当晚，棺材发生这样诡异的异响。这是我的一个亲身经历，事情发生在2014年10月份。那年11小长假，我回到了湖南老家。到家的第二天，奶奶就跟我说，我一个同宗的亲戚去世了。因为我父母都在外地工作，家里除了奶奶就是我，而奶奶行动不便，就让我代表家里去吊唁。我并不想去，因为去吊唁的都是沾亲带故的，认识的不认识的都得叔伯的叫着打招呼。可也没办法，不去也说不过去。等我走到那户亲戚家门口，已经来了很多吊唁的人。我的一个叔叔正在安慰家属，论辈分死去的是我远房大伯，站在门口接待宾朋的是我的2个堂哥。我这个远房大伯听说是鼻咽癌，听说没少为这病受罪，如今走了，很多人都说这样就都解脱了。我和2个堂哥打了招呼，跟着人群往灵堂里走。我们那一般死人都会停在棺材里，供亲朋好友吊唁最后一面。那是我记忆中第一次近距离地看着一口棺材。据说见到棺材的人在评论区打出见棺发财就会身体健康发大财。就见堂屋正中停放着一口红木大棺材，地上放着火盆，几个亲友在鞠躬，也有痛哭流涕的。我也跟在吊唁的亲友身后到灵堂里瞻仰死者遗容。虽然死者是我的大伯，但平时并没有什么交集，也谈不上感情。看到别的亲友哀哭吊灵的，我心里也有些不是滋味。可当我走到棺材边往里面看的时候，还是受到了很大的冲击。这是我第一次直面死人。死掉的大伯脸上盖着一张黄纸，身上穿着寿衣，棺木里面还放置了很多大冰块。那张盖在脸上的黄纸被一层泛黄的液体浸湿了一大块，大伯的脸上也有一层像汗水一样的液体流出。应该是因为天气热的原因，大伯的遗体散发着阵阵腐烂的臭味，那冰块应该是用来防腐的。我知道不礼貌，可还是忍不住用手掩住了口鼻。瞻仰过遗体，我和一个同宗的兄弟溜到了院外，扶着一棵大树不住的干呕。和我同宗的兄弟叫大鹏，论血缘关系和去世的大伯家更近一些。我们小时候
常在一起玩。他一边拍打我的后背，一边关切地问我感觉怎么样。我就跟他说起了灵堂里都是尸臭味的事，那味道实在是让人作呕。大鹏并没有像我那么大的反应，他说我们那个地方就是这样，如果尸体不停够3天，提前下葬了，会有人说闲话，也是不孝的表现。我对这些传统繁琐的风俗一向没什么好感，现在天气这么热，如果尸体一直那样放着，不腐烂生蛆才怪，恐怕放多少冰块都没有用。大鹏看我没什么事，就转身往回走，还不忘回头提醒我要留下帮忙，这也是我们那的风俗之一。有亲戚去世了，小辈都要去打杂帮忙，因为要接待亲戚，少不了端茶倒水的。离家之前，奶奶也交代我了，都是亲戚要留下来帮忙，我只能硬着头皮跟着大鹏后面往回走，跑东跑西的，一直忙到了晚上。我正收拾凳子，主家的2个哥哥从灵堂里跑了出来，用衣服的袖子掩着口鼻，看起来他们也受不了尸臭味了。哥俩一边往外走，一边商量着，尸首这么放3天肯定不行，得想想办法才行。等他们走了，我隐约听到灵堂里传出滴答滴答的水滴声，我就扭头去看。灵堂里的光线不是很好，但是我还是能看清在棺材的拼接处有液体流出来，那是一种看上去很粘稠的淡黄色液体，应该是棺材里的冰融化了，顺着棺材的缝隙流了出来。地上已经滴落了很多液体，有的甚至隐约有蛆虫在蠕动。我赶紧转移视线，又坚持了帮着把活干完。在回家的路上还一阵阵泛着恶心，感觉身上都是腐臭味。帮了1天忙还不算完，第2天奶奶还要我去帮忙，因为村里很多年轻的都出去打工了，人手不够，没办法，我只能再去到去世的大伯家帮忙。我慢吞吞地走到了大伯家门口，就看见很多村民围在门口窃窃私语，看样子并不是来吊唁的。我在人群里看到了大鹏，就忙招手问他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。大鹏看到是我，兴奋地叫我跟着一块看热闹，说是大伯的2个儿子请了个能人来做法把尸臭味转移走。我听了却觉得好笑，居然还有办法可以把尸体的腐臭味转移走。我就问大鹏做什么法，大鹏也不多解释，推搡着围观的人，拉着我往前挤，嘴里嚷着让一下，我们是来帮忙的。我们2个挤进院子，来到灵堂前，大伯的2个儿子站在灵堂前，掩着口鼻，灵堂里的尸臭味比昨天还要浓重，让人难以忍受。就见一个道士打扮的人站在棺材旁边，地上放着一只母鸡，那道士应该就是大鹏说的被请来的高人，他一手持着木剑，一手摇晃着一个铜铃，嘴里念念有词的。那道士手持木剑摇铜铃，脚踏云步，念着听不懂的咒文，绕着棺材一圈圈地走着。这画面让我更加确信，这就是个骗人钱财的神棍，掐诀念咒就能让空气清新，这不是开玩笑吗？那道士念了1遍咒，把木剑探进了棺材里。我想看清楚他玩的什么把戏，就扶着大鹏的肩膀，踮起脚来，伸头往棺材里面看。那道士用木剑挑起了盖在大伯脸上的黄纸，随着大伯脸上的黄纸被挑起来，我看清了大伯的脸，那是一张让人作呕的脸。大伯死于鼻咽癌，他的脸上烂出了一个大窟窿，甚至有蛆虫在蠕动，脸上也布满貌似流着汗水一样浑浊的液体。那道士用木剑挑起了黄纸，嘴里仍是念念有词。他把那张湿哒哒的黄纸盖到了地上的母鸡身上，可接下来发生的事却出乎我的意料。那张黄纸盖在了鸡身上，片刻之间，鸡身下流出了大量的脓水，那只鸡就在我面前开始腐烂，
只有几分钟的时间，就由一只活鸡变成了爬满蛆虫的烂肉。做完法，那个道士累得满头大汗，回头嘱咐我那2个堂哥赶紧把那只腐烂的死鸡埋了，还嘱咐要在埋前撒上糯米，埋完之后还要撒上石灰。至于为什么要那样做，我就不得而知了。我其中一个堂哥找了个袋子，把那只腐烂生蛆的死鸡装了起来，拿去掩埋了。清理掉了死鸡，那道士又拿出一些枯黄的稻草，在棺木周围点燃，升起了一阵浓烟。浓烟散去之后，灵堂里竟然真的没有腐臭了。接下来就没发生什么事情了。到了第2天封棺，下葬都如常进行。关于那个道士是怎么把尸臭和脓血、蛆虫转移到鸡身上的，始终不得解。最后我得出2个结论：一，要么就是那个道士编的戏法太过高明，虽然就在我眼前，我却没有看穿；二，那就是这个世上有很多东西是科学和常理无法理解的。水库遇水鬼。我的老家是黔东南山区的一个小山村，风景十分秀丽，但交通却很不便。事情是7、8年前发生的。我妈那时生了一场大病，在县城的医院住院治疗。周末放假时，爷爷就带我去县城医院里看妈妈。返程时已是下午6点多了。爷爷不知从哪个老乡那借了一条船，带我走水路回家，这样只需要1个小时就能到家。走山路要3个小时，但不想半路下起了雨，船上倒是有一把伞，爷爷就让我打起来。也好在很快就靠了码头，那所谓的码头不过是一处平缓的河滩。我那时已经上中学了，木船也是经常坐，自己是完全可以跳到河岸上的。可那天爷爷很奇怪，一把把我抱了起来，就从船上往岸上跳。把我放下后，自己反而身体不稳，摔了一跤。我见他摔倒就想去扶，也被他用手势拒绝了。看起来倒是没事，只是地上湿滑，弄脏了衣服。我也没多想，只以为爷爷见地滑，怕我摔倒，就和爷爷踏上了回村的路。不过一路上爷爷也不与我打一把伞，始终走在我的身后。河岸到家不远，几分钟就到了。我身上也是又冷又湿，可能有些感冒，就早早上床睡觉了。不过睡觉前我发现爷爷根本没进屋，找了把板凳坐门口抽起了烟。这大雨的晚上又潮又湿，也不知他是怎么想的。我当时是觉得爷爷稍有些反常，不过也没往心里去，没一会就睡了。早上在县城陪床的爸爸回来了，我们祖孙3人坐那吃早饭，爷爷就喝起了烈酒。爸爸觉得奇怪，就问爷爷咋一大早就喝酒呢？没想到爷爷的回答让我们父女俩都吃了一惊。我也就是那时候听爷爷讲了昨晚他看到的脏东西。爷爷说在划船时他就觉得船身沉有些不对，等靠了岸又是感觉船身下一动，好像有什么扒在船底下，此时松开了。爷爷下意识往船旁一看，心就紧了下。爷爷说他看到水里有一个黑乎乎的影子，正盯着船上看，瞧轮廓像是个河漂子。爷爷知道那东西是怎么想的，这才一把抱起了我，向河岸上跳去。可没想到那东西抓不到我，却想把爷爷拖下水。爷爷使了一辈子船，有力气，脚猛地一蹬，给甩开了。不过也因此摔了一跤。本以为这就结束了，可爷爷说没想到那东西竟一路跟了上来，所以爷爷一路都守在我后面保护着我。也正因为有爷爷在，那东西一路也没敢靠近。那东西一路跟到了家，所以爷爷也不顾湿冷，
就坐在了家门口守着。爷爷年轻时参过军，还会武术，可以说一身的正气。那东西跟爷爷对峙了大半宿，最终是没敢进来。见雨快停了，水汽消退，才悻悻地走了。爷爷说到这，拽起了自己的裤子，我和爸爸都看到了，爷爷脚踝处有一个淤血形成的青色手印。我这才知道，昨晚要不是有爷爷在护着我，那我指不定被水鬼抓去了。你相不相信这个世上有报应的存在？如果有的话，你最希望谁得到报应？正所谓举头三尺有神明，小伙作死踩踏别人的坟头，还把花圈踢碎，结果回家后报应就来了。这件事发生在洛阳市翟镇镇大郭庄村。那一年我11岁，上小学5年级，而那个时候我每天上学放学都会经过一片荒地，一条乡村小路的两旁有很多的坟茔，每天我会和同村的小伙伴一起走那条路。那时候我和赵琪、吴强是最好的朋友，每天放学都会到其中一家去一起写作业。因为赵琪学习比我和吴强好，所以我们俩总是抄赵琪的作业。那天放学和往常一样，我们3个商量着去我家写作业。走到一处坟地的时候，吴强好像被坟地里的什么东西吸引了，停住了脚步。他好像发现了什么，叫我和赵琪一块看。我顺着他指的方向看了过去，原来是一个大坟包，应该是新立起来的，旁边放着花圈，还有一个纸做的像旗子一样的东西。吴强就是被那个纸旗吸引了，说是要过去看一看。我和赵琪都不敢，因为坟里埋的都是死人。我和赵琪看吴强往坟包内走，就劝他不要过去，还是赶快回家写作业。可吴强根本就不听，吴强径直地走到那座新坟前，一伸手就把那个纸旗给拔掉，然后他就扛着那个纸旗爬到了那座新坟的坟头上。他站在坟头上像个胜利者一样笑着说，那个坟头被他占领了，以后就是他的地盘。我和赵琪没办法，只能硬着头皮走到那座坟前，和吴强商量着让他快点下来，如果让这座坟的主家看到，非挨骂不可。可吴强根本不把这当一回事，还在那像山大王一样的让我和赵琪给他下跪。吴强看我和赵琪一脸害怕的样子，也不和他一块闹，觉得没意思，就从坟上跳了下来。我以为他就这样跟我们回去了，哪知道他走在后面，又飞起一脚把坟旁边的花圈踢倒了。那花圈是纸糊的，一踢就散了。吴强又在花圈上踩了几脚才肯罢休，扛着从坟头上拔下来的纸旗跟我们一起回家。在回家的路上，吴强一边挥舞着的那个纸旗，一边嘲笑我和赵琪胆小。我不愿意听，就说了他几句，结果弄得他也不太高兴，也没再和我说话，一直走在后面，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，他在后面一直咳嗽，我也没在意，就这样回到了我家一起做作业。因为我家就一个小书桌，也容不下我们3个人一起做，就只能坐在小板凳上，扒在炕上写作业。吴强坐在最边上，从路上就一直在咳，而且越咳越厉害，也不知道是怎么了。听声音好像嗓子里有很多的痰卡着，他用力地咳了几下，吐出了一口浓痰，那口痰特别的粘稠，很黑，看着恶心极了。我就想埋怨吴强几句，可他手捂着脖子，好像有什么东西堵住了喉咙，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，憋得他满脸通红，两眼翻白。紧接着吴强快速地起身，捂着嘴巴就往屋外跑。我和赵琪不放心，也跟了出去，就见吴强弓着腰在大口大口的呕吐。我走上前去想问问他到底怎么了，可走得近了，那呕吐物有一种
极其难闻的气味让人作呕。吴强一口接一口地往外吐着黑水，看着很吓人。我和赵琪正不知道怎么办好，奶奶听着动静不对，从里屋走了出来，问吴强是怎么了。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只能说从回来的路上开始，吴强就一直咳嗽。奶奶看了一眼吴强吐的黑水，脸色就变了，她好像看出了什么，转回头来问我是不是放学回来的路上遇到了什么事。我不敢隐瞒，就把路上吴强怎么上人家坟头，怎么踢花圈的事一五一十地跟奶奶说了一遍。奶奶听我说完，脸色更加阴沉了，说吴强踩坟头那就是踩人家房顶，还问我吴强在坟上拔的纸旗弄哪去了。我们回来的时候，一进院吴强就把纸旗立到了屋外的水缸旁边，我指给奶奶看。奶奶说吴强拔掉的纸旗叫灵头幡，是死了的人引路用的，不能随便乱动。吴强这是对死人的大不敬啊。这时候的吴强已经停止了呕吐，弓着身子，低着头，还在不断的轻咳。奶奶双手合十地走上前，说老李大哥，你别跟他一个小孩子计较，他还小，不懂事。刚开始我不知道奶奶为什么说这些，可听奶奶一说，我突然想起村里前2天死了一个老头，就是姓李。吴强听到奶奶的话，转过了头，说小孩不懂事也不能踩我房顶，动我的东西啊。奇怪的是，他的神情和语调却变了，不再是一个10多岁孩子的模样，像一个年迈的老人。奶奶一个劲地作揖给吴强赔不是，说孩子小不懂事，求他饶了这一回，孩子年纪小，经不住这样，求他赶快回去。我看吴强像变了个人一样，我很害怕，就躲在奶奶身后。当时的吴强可能就是老人们常说的鬼上身。那李老头好像很是生气，不依不饶地说，孩子闯了祸，都说年纪小不懂事，不好好教训一下，长大了还不知道要闯多大的祸。奶奶也顺着李老头的话说，还说一定让吴强的父母狠狠地教训他，让他长记性。吴强损坏了李老头的东西，会让吴强的父母加倍的赔偿给李老头。奶奶刚说完，吴强就把头低下了，好半天也不再说话，然后身体一颤，就向一边倒了下去。奶奶离得近，忙伸手扶住了他，吩咐我赶快去把吴强的父母叫过来。我看得有些害怕，不敢怠慢，一路小跑的去了吴强家。到了吴强家，我慌里慌张的把事情经过大概的和吴强父母讲了一下，吓得他父母一路跑着到了我家。吴强已经醒了过来，但是精神头好像很差，他父母看他那样子也没怎么责怪他。等吴强缓过劲了，由他爸爸背着他准备回家。奶奶最后告诉吴强的妈妈，一定要按照答应李老头的条件去办，答应死人的事办不到会有麻烦的。吴强的妈妈满口答应，又对奶奶千恩万谢。如果今天不是奶奶在，吴强还不知道得遭多大的罪呢。等吴强他们走远了，我问奶奶，吴强刚才的那个样子是不是鬼上身？可奶奶并没有跟我说明吴强那样子到底是怎么回事，她只是嘱咐我遇到死人的地方最好是绕着走。那件事之后，吴强上学放学都不再走那条路，而是走一条要绕很远的路，而我再走到那里也是快速的通过，不敢做任何的停留。今天这件诡异的事是我的亲身经历。事情发生在2006年，我上初3的那一年，卧病在床多年的爷爷去世了，全家人都为了爷爷的白事忙活了起来。按我们那儿的规矩，去世后的3天是要停尸守灵的。我爷爷有4个儿子，便轮流来。我爸是老大，早年间腰受过伤，我怕他坚持不了1晚上，
就陪他一起，爷俩上下半夜轮流睡会。正在假期里，中考结束了，也不用学习，我就选了后半夜。但说实话，想得简单，到了后半夜是真的困。为了缓解一下，我就打算到门口吹下风。可没想到，风是一出门就吹到了，但这风也太过阴冷了。那时正值盛夏，就算晚上凉快点，可也不至于这么冷呀，冻得我一个机灵。不过就在这时，屋内光线一弱，我才发现供桌上的蜡烛灭了。所谓守灵，其实主要是照看蜡烛和供香，是不能断也不能灭的。而就在这时，我看到爷爷的遗照好像有些变化。我印象中爷爷的遗照是有些慈祥笑容的，怎么现在看却是面无表情的，甚至有些刻板？也许是我记错了吧。当时我并没多想，就又坐回椅子上，胡思乱想地磨蹭着时间。可没过十几分钟，又是一阵凉风从门口吹进来，屋里的光线一暗。没错，又是那根蜡烛，它又被吹灭了。没办法，我只好再去点上。而就在这时，诡异的一幕出现了。我看到爷爷的遗像又变了，爷爷遗像上的表情已经完全变成了满脸怒容，眼睛直盯着门口的方向。我只觉得头皮一下就炸了起来，想向外跑，可腿根本不听使唤，反而被一下绊倒在了地上。我被摔得下意识叫了一声，正好奶奶晚上起夜，被我这声惊动了，连忙走了过来。奶奶来了，我紧绷的神经稍微安定了一点，可想对奶奶说，嘴还是不听脑子的，说了半天也说不明白，忙用手指了一下供桌方向。奶奶看到爷爷的遗照也是一愣，能看出明显的惊慌。不过毕竟是生活了一辈子的人，很快也就不那么怕了。正在这时，突然几声熟悉的咳嗽声传来，我们看到灵堂的隔帘后面出现了一个佝偻的老人身影，那轮廓正是爷爷，那捂嘴咳嗽的样子是绝对错不了的。奶奶从惊慌又变得有些激动，脚步踉跄地向那隔帘走去。奶奶说，我小姑在国外留学，好多年没回来了，爷爷临死前还念叨着她的名字。奶奶了解爷爷的心思，便把小姑的情况说了，叫爷爷放心，说小姑明天就到家了，让她不要吓我。大概是奶奶的话起了作用，那帘后的影子不咳了，想来气也消了，转过身向我和奶奶的方向看了一眼，逐渐消失在了隔帘后。我和奶奶又向爷爷的遗像看去，果然爷爷的遗照又恢复到了原来的样子。这时候大概因为我和奶奶动静有点大，睡在隔壁的爸爸醒了，见奶奶在这，还把我训了一顿，问我是不是把奶奶吵醒了。奶奶就把刚才发生的都告诉了爸爸。我想要说刚才的事，我爸可能不信，但从奶奶嘴里说出来，我爸的脸色也变了。我姑姑是第二天晚上赶到家的，回来就是一通的哭。其实这次爷爷病重，家里人很晚才通知他，因为正赶上他忙毕业论文，都怕分他的心，所以赶回来才晚了几天。不过我想爷爷也不会怪他，